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陈亭妃委员、张启凯委员、陈凤馨小姐、赖士葆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洪孟凯委员。好，那么川普还没就职就跟这个安倍的遗孀安倍昭惠会面，因为说川普当时跟安倍处得不错，两个人有这种兄弟之间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先去这个见了安倍昭惠，还没有跟这个石破茂见就先见了安倍昭惠，就还没有跟新的首相那谈到台海的局势，有谈到那川普说中国跟台湾是一个大问题，的确啦就是在全世界来看，这也是一个紧张的一个地区那川普说两岸攸关世界和平。那安倍的遗孀说呢，看起来川普是不想有战争不想有战争那另外呢，川普提名了柯博己是一个大鹰派，作为国防政策的次长，他建议台湾的军费要提到5%，GDP 的5%，现在是2.5 2.4就已经有6000多亿了。那提到5%就1兆2000多亿那就是说。这个民进党现在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现在就叫说多给地方3000多亿，将来救灾什么都不要了，国防一下再加6000多亿，那怎么办所以呢，老美这就逼你那另外呢，这个美国媒体说台湾会派一个大型代表团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就韩国瑜会带个大团，说凸显台湾的不安，然后带一个大团去庆祝川普这个上任讨好川普严学通这个大陆的学者，有名的学者说，现在大陆经济很坏北京要救大陆经济已经这个很累了已经没有心了，这个去想别的事情，所以未来4年也不会有什么统一时间表，没这个东西未来4年不会有那另外呢，的确北京、上海是很不好的同样11月，今年10月跟去年10月，北京的这个消费品零售总额衰退14.8个百分点，24个百分点那上海衰退14.1跟13.5，都跌很多的确大陆现在一般人也不敢消费，有钱人呢，要不然就把钱弄出去了也跑了，投资也不投了那很多像台商什么很多也都离开了所以整个大陆经济情况是不好的。所以严学通说，他们现在光救自己的经济都来不及了，怎么会想去打台湾呢？我们看一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遗孀安倍昭惠日前赴海湖庄园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会面后留下合影。如今日媒读卖新闻转述川普会晤时，除了谈到对安倍晋三的思念，更了解世界局势。川普相当重视台湾有事的议题，他认为中国与台湾之间对于世界和平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然而川普就职典礼时间也越来越近，我国驻日团除了确定由立法院的韩国瑜领军，将由谁陪伴出席，至今未定。来，凤馨。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安倍昭惠这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看到最近川普所见的人，关键点就在于现实、商业、金钱，就是他的重心点就放在这3个主轴：金钱的、商业的、现实的。所以他为什么见安倍昭惠，但是没有见石破茂？原因很简单，其实当初呢，有一群金主帮安倍晋三打通了川普的关节，所以呢，安倍成为第一个跑到纽约的川普大楼去跟川普见面的国际上面的元首，而这个力量是支持安倍的，但并不支持石破茂。所以石破茂背后并没有这一股金主的力量，所以安倍昭惠能够见得到，因为这当然牵涉到日本内部的内政，他们到目前为止，其实在他们的自民党里头，还是区分在安倍派以及现在石破茂主要是获得非安倍派的支持，所以这里面还有他暗潮汹涌的日本政治在里头。但是呢，我们现在在谈这里面讲说，到底川普他如何看待台湾问题跟中国大陆的问题、两岸问题的时候，这是安倍昭惠的转述。
我其实觉得转述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带有自己个人的主观意味在，可能是安倍昭惠他自己觉得如何，然后他告诉大家说啊，川普是这样想的啊。但是我同意一件事情，川普不管是在过去或者是最近你看到释放出来的讯息，乃至于呢他的幕僚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安倍有一个基本川普有一个基本原则，他不要他任内打仗。他不要在他的任内，那美国参与到任何的政治的或者是军事上面的灾难里头，所以他不希望两岸打战这件事情是很明确的。那柯博吉其实就很有趣咯，因为柯博吉原本就是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副助理国防部长。那因为他是国安世家，所以在共和党里头，其实他们家族呢，在国安这个势力上面是有他一定传统的。在竞选期间，那如果有注意到，因为我那时候有注意到丁于洲先生有特别的去这个看了这个柯博吉他的一些论文，开始出现了很重要的转向。第一个转向当然是要求台湾要增加军费咯哈，这个增加军费，我跟你讲，台湾真的逃不过。你看到说欧布莱恩说台湾要到5%，你看到柯博吉也是主张5%，更重要的是，川普现在要求北约国家都要增加到5%以上。他说台湾要10%，他才讲过。如果说他要求北约这些国家30几个国家要5%，你认为台湾会是多少？所以台湾这个部分的金钱绝对会省不下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困难。我们会面对的是，我们要把国防军费大幅度的升高，我们要买美国的天然气，我们要买美国的石油，我们要买美国的煤炭，我们要买美国的 everything 大豆。对，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就是钱，那这就是川普要的。但至于两岸之间，如果说有冲突的可能性会如何？我这边大胆预言，因为川普他不要战争，所以他最好的方式是跟北京谈妥了。你在什么条件之下，你绝对不会动啊？那我帮你压住台北，这个就是川普他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对他来讲，台湾就是比肩嘛。那他把比肩，不管是用筹码的方式，或棋子的方式，或者是交易的方式来处理，对他来讲他都不会心痛，因为他没有所谓的价值观，他只要把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搞定了，他什么东西都可以交易。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在这现实之下，我们要如何出发？至于研学通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它是投稿到外交政策、外交事务期刊，这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期刊Foreign Affairs。我认为他就是去跟美国放话的，告诉美国人说，我们没有打算要打仗，这也是要说给川普听的，我们没有打算要打仗啊，所以你们不要逼我们在4年之内动手，那不要4年我就好好专心的处理我内部的经济啊，你也好好处理你内部的经济啊，大家一起来赚大钱啊，那所以怎么样子才能够4年之内不打仗？关键点在于北京跟华府的交易，尤其是北京跟未来的川普的交易，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面对的事情。我觉得先来看这个美国所谓的这个国防次长，他有讲到是说台湾的军防要用5%的 GDP 啊，他拿什么来做比较？第一，他拿美国，他讲说美国是3.5%，他拿以色列说是4%，他拿之前乌克兰还没有开战前乌克兰讲是4%。那我请教，以色列、乌克兰他们是4%，但是他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台湾如果说要到5%的话，难道在美国的眼里，我们台湾就跟以色列跟乌克兰一样，未来很有可能是战争进行时，或是战争不久未来式吗？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准战争地带，我觉得这才是让我们现在觉得说，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到底在美国川普新任总统的心目当中，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再者，我相信川普总统现在会有2手策略啊。一方面，我最近刚看完这个美国副总统他的那一本书叫做《绝望的这个幸存者》啊。他的那一本书里面，其实讲到过去30年美国的这一些中南部白人的中低阶层的群体。他们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以及他们国内的经济，确实会让我们更加了解，是说为什么在这一次有很多摇摆的州，或者说民主党以前支持民主党的州，到最后会倾向支持共和党，就是因为大家美国的本土的人也希望是说有一些改变，而不是只是社会福利等等部分。所以美国一方面，川普上任之后，一个很大的重点一定是赶快要把他的经济给复苏。经济复苏有很多层面嘛，不管是外来的一个资源来去做给予提供，或者是说他美国本土的一些物资卖到其他的国家，还是说
增加本土的一个工作机会。所以刚刚凤馨姐也讲到啊，不管是我们未来以台湾来讲，或者说其他世界各国，有可能川普他现在就用公投谈判的方式，把美国很多的一个物资或很多的一个资源来去做外销，赚取外汇，或者是他也把很多外在的工作机会再拉回来美国本土，这是过去他就一直在强调的一个概念。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够在这个两手策略里面，可能跟不管是北京或者说跟其他的国家里面，他会大幅降低美国本土的一个支出。所以说在这两手策略里面，我想川普的意向已经非常的明确的情况下，台湾中华民国，我们在这个情况下要怎么样来自主，寻求我们自己的机会，以及寻求我们对自己有利的方向的地方，这才是我们现在也应该要思考的地方。那我们看到川普，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生力人了，他等于现在要经营美国，就是要把美国当一个公司来经营。经营的意思呢，那就是说他喜欢两个字，其中大家都知道，他喜欢谈关税。第二个，他喜欢 talk， 喜欢大家来交谈交易啊。那交易的话，做生意嘛，他一定是将本求利啊，一定是对自己好的。所以他怎么样呢？跟世界各国的来讲，那就是说，比如说叫北约的国家，它的军备要提高的，占 GDP 到5%左右。我们的话呢，现在可能5起跳了，而且国防部长也顾立雄在立法院公开答询的时候就讲到，他说我们注意到了美国这样子的要求，我们的国防预算以后逐年会增加。他已经讲了，他已经向美国交心了，所以应该是迈向5%这样的一个情况。5%的是什么概念？现在是6000多亿，5%就是1兆2哦。1兆2，我们一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就是3兆，它等于占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的40%之多。老百姓也看你也别看你啊！最近来讲，财万华才拨个3000多亿，这钱都在手上，都在台湾这里面了，也并没有是跑去哪里呀，对不对？啊，就哇啦哇啦叫。那现在如果5%的话，就等于说我们要进一步的向美国买这个武器。另一方面，前一阵子又有一则消息出来，就是我好几天前我一直在强调的，它不是只有要台积电哦，它不是只有要 TSMC 哦，它还要联电，甚至于呢其他的，它预估有人估算说最少希望5个这样子大的厂，有人讲到7个。那所谓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它不是台积电一个厂区而已，它是旁边的 supply chain。旁边的供应链一去的话就是几百家，一去几百家。像这次去 Phoenix 去凤凰城，下一次可能去 Utah 或者去哪里，一去就整个聚落就去了。慢慢的你就发现到说，那它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保护你台湾，这就是保护卫的概念。所以他跟你谈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让美国获利，而且他看到说，台湾赚美国的钱这么多，我们的贸易顺差现在越来越大。现在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直上来，然后对大陆的贸易顺差是下去的，所以这两个之间有跷跷板的味道。这个以川普来讲的话，你赚我那么多钱，对不起，钱拿来，你来跟我买。你来跟我买啊！你的厂，然后这里设厂，然后呢，你的武器跟我买，你的外面跟我买，其他的天然气跟我买，等等等等的，就是用做生意的角度来看。另外，最后一个我想要提到一个是这次的安倍朝会啊，其实在前几天他是有到日本的李登辉之友会提到，他特别还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你看到这个大陆的学者讲到4年内不会动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你随便 Google 一下啦，或者你看相关的报道，你就知道大陆的经济真的非常的不好。这个大家都说那4年内不会打仗，可是另一方面，我又担心一件事情，他逐步把台湾就内海化了。当老共把台湾不断的内海化的时候，你发现到世界的强国，包括美国，包括日本，没有任何动作。基本上是这样啊。我一直想说，老美为什么这些鹰派啊，现在都当大官一定要台湾呢提高这个国防经费，因为他们的假定，大陆越来越强，大陆将来一定会吃掉台湾，他一定先做这个假设嘛，什么2025、2027啊、2030，那你台湾都被吃掉了。多花一点钱在国防算什么呢？一旦打起仗来，什么 GDP 的5%、GDP 的50%都要拿来用啊！他一定是这样想啊。但是两岸之间除了战争就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老美觉得他从实力原则来看，大陆每年国防预算是你台湾的17倍，
你走下去以后，你台湾越来越小嘛，大陆越来越大，他要打你，他一定打你的嘛，这是老美的看法嘛。哦，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你还谈什么其他的发展，你就给我好好发展国防武器，而且我不想进入嘛，我不想介入，我卖你的东西可以，我不想介入战争，你好好保卫你自己嘛。那既然将来非打仗不可，那你不好好投资你的国防，那你要怎样呢？所以从老美的角度看也没错。如果他觉得将来台海一定会面临战争，那只有如此嘛。但台湾在发展过程当中，台湾还有很多建设啊，还有很多社会福利啊，预算要做很多的事情，教育啊、医疗啊等等，不能都拿来这个准备打仗嘛。所以两岸之间怎么避免战争才是最重要的嘛。你说一定要打，你就算到了 GDP 到国防占国防 GDP 占你50%好了，你打得过吗？你还是打不过嘛。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想想未雨绸缪，两岸之间有没有除了战争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那也是唯一一条路啊。休息再回来。好，我们第一艘自制潜舰呢，海鲲号要去海测了哦。什么叫海测？它现在岸上屋里面哦要测，然后呢港里面要测哦，然后呢慢慢到海里面近海，然后远海去测哦。那因为陈永康，因为这个潜舰哦是当时马英九时候定的政策，所以要潜舰了。那时候陈永康呢，就是等于是一个这个策划的人。陈永康就说哦，海测人员没有受训哦，会连上厕所都不会。这什么意思？什么上个厕所有什么难呢？压力。因为那个船上哈只有2个厕所，1个小便斗，就是一般是2个这个一般的都可以用的1个小便斗，等于3个了哈。那他们出海大概就要3个钟头，准备2个钟头，再回来3个钟头。你说这8个钟头都不上厕所吗？那多少人会在这个测验呢？所以有80个人，海军有30啊，这个还是台船有30，海军有50，反正就一个30，一个50，台船跟海军这么多人上去，水也要自己带，因为现在是测验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供应水啊，饭也没有什么厨房兵给你做饭吃，所以自己要带便当，自己要带水，所以是很克难啊。那尤其上厕所，因为它是累积以后用压力到海里面去把它排在海里的。哦，那你说万一不会用的话呢？那个整个压力会喷回来，你整个厕所会喷到那个用厕所的人一身这样，我们想想都很恶心哦。所以一定要会使用哈。所以他就是说，像这个都是要受训的啦。但我也认为没有那么难了哈，但是还是要训。而且呢，万一有一个比较粗心的人，等等哈，就很麻烦哈。你不要以为不会哦。那另外呢，风险不在海军，而在台船。因为你台船到底它这个没有保险啊，很多因为台船是负责造这个船嘛，造这个舰嘛，很多问题你台船到底准备好没有？哦，所以海军当然海军只要接收啊，海军怎么会有什么问题呢？海军要看你做好了没有啊？哦，所以呢现在关卡重重，所以呢能不能一个一个把它解开啊？那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马桶好了。国造海鲲号潜水艇预计明年3月海试，11月交船。立院审查预算，国民党立委海军上将退役的陈永康点出重要问题：5小时的测试，他已经超过大半天了，没有水，自己带矿泉水；没有餐，你自己带便当。这80个人呢，潜舰只有3个厕所，你没有受过专业这个训练呢，你根本连厕所都不会用。没听错，上厕所也要受训。海军弟兄没问题，但上船的台船员工问题可大，用想象的难理解。美军潜艇博物馆曾介绍，水下上厕所可是门绝活。A little hairline crack at the bottom of that flapper valve. When I go to charge that tank down there, that hairline crack is going to spray the contents up in my face. 水下数百公尺作业看似简单的事情，多很多步骤。过去2战历史就曾发生过德国潜舰水下人员操作马桶不当，海水倒灌，导致被迫浮上水面，惨遭盟军战机攻击。水中任何一点声响都可能成为敌军声呐探测下的一大亮点。而我国产自制海鲲号原本马桶要请代理商外包，一座要价约250万台币，还好台船发现比行情高不少，自行研发15万就做好。海鲲
空号虽然已下水，但水下测试才是最大难关。匡列2840亿，长达14年的预算，立委预算把关，总不能太过度乐观。因为你知道马桶一个多少钱，所以你知道人家跟你要250万太贵。那其他的东西呢？这一个件除了马桶，其他的设备、其他的零件，对不对？人家跟你要贵，你有办法吗？你能自制吗？你通通不行嘛。只是因为那个马桶说因为250万太贵，所以我们自己做一个15万。其他的设备，马桶会把你当冤大头，其他设备不会啊？当然会嘛。好吧，这个来季凯怎么看？陈委员陈永康因为当过这个海军上将司令了哈，所以这次这个潜舰到底要经费要不要给他？我们都那时候都跟他讨论，他提了案子很特别，我们那时候在讨论说要不要让他过，他提了个叫冻结案，然后冻结案他要做什么事情？就刚刚讲的，海测要过这个钱我才要给你，因为老讲一般人根本就不晓得说这个海测有多危险啊。他讲了2个点很重要，他都要讲第一他上厕所都要训练之外，第二个他说如果人员特别是台船的人。你不要以为说台船人上去就有没有训练的问题，它里面一些如果出问题，人出问题，那个船操作就出状况了。到时候你整个测验没有过，那就是可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哦。是到时候可能那个船测的时候，船下去会不会浮不上来？他说那个都是非常非常严密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潜舰不是像一开始什么蔡英文或者赖清德说什么一下子全部都做，你一定是一步一步来嘛，对不对？一步一步来，你第一步海测验过了，然后一步能够弄好了以后，第二步才慢慢可以上来，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牵扯到经费真的很大，刚邵大哥在讲，不是只有那个金马桶这个问题啦。你要买的时候呢，他现在进来的报价都非常非常的贵啊。老讲我们这个也是有点无奈，特别是在野党的，你现在反正你要去很严格的监督，他一个红包纸就扣下来啊，国家安全，我必须要承认这没有错。台湾现在在面对这个经过的事情，或者是跟那个军事有关系的，连在野党真的都很无力感。好，因为老讲我们因为两岸真的是紧张啦，所以到后来这个预算，我是觉得就是说一定是要花的。所以我们现在做2件事情：第一个，尽可能把该省的钱省下来，该把钱的省下来；第二个，你买的东西一定要是真正是实用的哈。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点。另外，我回过头来看一下，刚才讲川普这个事情，我最近有很多那个美国外宾来，我说有时候陪着院长、陪着副院长去接见嘛哈。我就一直跟大家提醒，就是说，川普给我们的那个 surprise 可能很多啦。像我们现在包括在野党很多立委，现在都是系着安全带。我就常举一个例子说，我们系着安全带，随时好像那个飞机要迫降一样。结果他们就说 me too， 连美国来的外宾他们在讲说，他们可能随时有很多非常的那个非常他们意料之外，他们对川普知道说他是一个不可测的人。可是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啦，他认为说，我们美国都认为说，你们确实应该保护自己。后来我们就是有一个共识嘛，川普就是美国优先。然后他就是一个商人嘛，所以他不要讲，大家不要以为说他在讲什么 GDP 到5%那个是假的，一定会实际就要我们做的。那这几天我们在讲，我们都讲，周大哥，你说我们现在国库到底有没有钱？国库当然有钱啊，我们最近这5年哦，平均超收多少钱？大家知道吗？2700亿的，就是一年就2700亿，今年2700亿哦，一年哦，平均哦，今年已经5100亿放在那里了，明年就今年超收的钱。国家当然是有钱，怎么会没有？所以第一个，这些钱，你说现在有个财划法给地方3000多亿就没钱，这个是老讲是民进党真的是很离谱。可是相对的，我们这个钱也不能乱花了。如果像川普要这么多钱，我刚刚讲过2个事情，能省则省。第二个，一定要买到我们真正要的，不能够随便乱买。好吧，老美非要逼我们买4架 MQ-9B 这个无人机，这个无人机本来是蛮厉害的了，不过卖过我们可能有些什么攻击的设备啊，就斩杀的设备都没有了哈。那这么贵哈，这么贵的这个无人机哈，那在台湾放哪里？这无人机长这样，我记得是6亿美金，所以一架1亿5千万美金，这么贵，人家一般无人机是100-200万台币，它一架就要1亿5千万美金哈，功能本来是很强的，那挤在空军说把它们放在一个棚里面，立委就担心说，那敌人如果一次攻击你，不是全部都挂了吗？我们看一下。美国售台4架 MQ-9B 高空侦察无人机及地面控制站设备，将于明后年逐批完成交付，全案总经费达到217亿元。但立委日前审查明年国防部预算时，却发现空军规划将这4架高价值的无人机要全部集中在同一座修护棚场内，让蓝绿立委听了很傻眼。这是我们盖那个修护棚场是超大型的，它同时可以放进4架的
这个 MQ-9B， 那你4架同时放进一个棚上，是可以是对。如果无人机攻击或者什么，一次会挂掉4台。对啊，而且你都已经编了工程的经费，之前我们也有提到，还有包括一些可能要停放飞机的，不管 F-16啦或者其他的，它都是价值非常高。我们现在所有最贵的大概就飞机，结果我们在工程的新建，而且都新建的哦，都没有去设计这样子的一个停放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啦，他应该要检讨。会议主席王定宇最后裁示，此项目预算额度冻结5亿元，等待空军提出包括如何安全存放规划的书面报告，并获得同意之后，使得动之。来，廷飞委员。我想这个 MQ-9B 的这个无人机的部分就是说你确实我们如果买进来，我们到底要停放在哪里？然后呢，是不是能够给它最好的一个安置跟安排，甚至有人可以做训练，甚至可以让它发挥？我觉得这确实是非常重要所以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告知需求，然后呢，我们也要去做一些相关的配套，这是我们国防部应该要去做一些准备绝对不能是像现在说哇，有可能就把它挤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呢挤了之后我们要怎么处理？可能到时候就变废铁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这样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所以这个当然我们都要把它做一个比较好的监督那当然国建国造的部分，这个从过去其实国民党时代到现在，其实国建国造大家没有任何所谓不同的意见，而是说我们要怎么把国建国造能够做到位、做到好，然后能够真正让它发挥国家的一个战力跟战斗力我相信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到底我们要怎么能够让国防的所谓防备增加？国建国造、国机国造都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关键。那是不是能够做到更好？我觉得一定是可以那我们要怎么做得更好？大家集结所有的力量，监督、监督再监督，把所有所谓的像这个陈永康委员，他自己就是海军非常这个专业的一个过去的一个经验，那么就可以把他的经验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些考量，然后给国防部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那他本身也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嘛，那在这当中，其实这些如果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训练，说真的啦，在整个潜舰当中是很多那种枝枝节节很多的小细节都要训练，而不是说哇你上了船就可以，那些都是要有专业训练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只要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国建的一个部分做好，然后在人员的训练，我相信是绝对可以发挥十足的一个功能的。休息一下再回来。